我在之前的视频里说，要以无神论的方法来解《周易》，很多人肯定不以为然，让一部在有神论的时代被有神论的人写成的《周易》做无神论，不说是荒谬，起码也敢断定必误入歧途而无所获得。那么，《周易》的作者是如何看待命运的呢？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对此问题可能有所启发，供各位参考。这篇文章的作者叫陈宁，写作此文时，他可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而目前近况不详。文章刊登在1996年学术吉林卷7上，题目是《中国古代盲目命运观的产生及其影响》。盲目命运观这种说法，我是第一次看到。搜索知网论文库后，发现到目前这种说法也尚为空白。读完这篇文章，我认为用作者提出的盲目命运观这个概念，太能解释《周易》的作者是如何看待命运的这个问题了。盲目命运观的提出，更加佐证了我说应该用无神论方法解《周易》的合理性。接下来我会用几个短视频详细为大家介绍这篇让人拍案叫绝的奇文章。首先，作者解释了什么叫盲目命运观。他给出的定义是指信仰人生遭遇是由一非人格、非理性、不可接触的力量所规定。这一力量有3个特点：第一，不是人格性的神；第二，没有理性；第三，人力无法与之交通。这个定义用通俗的大白话说，近似于指相信人生的一切都是被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法讲道理的神秘力量给提前定好的。也就是说，这种力量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时，不看人的行为表现，不管人的人品道德如何，完全是盲目胡乱地决定的。人的遭遇既然被盲目决定，那么任何形式的人为努力都没办法预知其命运如何，也无法改变命运。我认为把这个决定命运的力量比喻为一头疯牛最合适。疯牛是怎样决定人的命运的？它是用疯来决定的，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而人也不用妄想和疯牛去沟通如何问命改命了。对牛弹琴这个词升级为对疯牛弹琴，就可懂其中人的绝望了。盲目命运观就是人面对疯牛弹琴时的命运观。第一个问题，盲目命运观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认为夏商时期尚未有盲目命运观。那么夏商时期是什么样的命运观呢？先说答案是鬼神信仰，也就是说，在夏商时期，人们认为是鬼神决定着人的命运。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殷人相信人能和鬼神沟通，从而把握自己的祸福。也就是说，虽然人之祸福是鬼神决定的，但是人却能参与这一决定。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殷人认为人可以和鬼神讨价还价，商量着来的可能呢？不是。在殷人的眼里，还不敢放肆到这种程度。作者通过研究，认为殷人的参与程度主要分为4类。第一类是对未来尚未发生的事件真问其吉凶，往往要了解在未来10天之内是否有福祸，从而在心理上做好准备，或在行动上小心防范。这和现代人在年底岁首算卦占问明年的运程是一类，只不过殷人可能更为焦虑，一般只问10天之内的事，1年太遥远了。第二类是在决定采取某一项行动之前，比如军事行动、任命官员、建造宫殿等，先行占卜，预知这一行动是否吉利，吉则行，凶则放弃。这是已有打算做某事而迟疑不决时的行为。第三类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占卜，意在发现对该事件，比如疾病、自然灾害之类负责的鬼神。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占问找到是何方妖孽在此为非作歹。显然，这一类占卜在当今已不可能发生。而既然灾害已经发生了，再就已经发生的灾害占卜，找出元凶妖孽的目的是什么呢？殷人认为人间的灾祸来自鬼神对人的诅咒，而人可以通过占卜找出诅咒的鬼神，在确定该鬼神之后，特别准备牺牲大礼来祭祀此神，满足神谕，让神撤销对人的诅咒，从而达到修补的目的。今后就别再造这种祸害给人了。
第四类是对一些不可理解感到奇异的现象，比如梦、怪兽等，不知道这是什么，不知道是吉还是凶，通过占卜来询问其吉凶。比如对于梦的认识，殷人还认识不到梦的本质，其占卜也仅仅是做了梦问吉凶，这和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术数的占梦术完全不同。占梦术则是侧重于解析预兆，当然本质也还是求吉凶。以上四种类型表明，占卜是殷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占卜是作为和鬼神沟通的一种手段，为人们提供解释，说明因果关系，帮助人们在行动方面做决定，从而减少心理上的恐惧和不安。这说明，越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就越发焦虑，越有占卜求吉凶的需要。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在于为人们提供充分的确定性。在殷商人的眼里，人与鬼神的沟通是双向的，人为鬼神提供合适的祭品，反过来，鬼神帮助人祸福去祸。其实这就是一种交易。在鬼神面前，人没有失去主动能力，而有鬼神任意摆布。在这一点上，殷人一般通过三种方法确认自己是被尊重和保佑的。第一种方法是占卜，通过占卜预先知道鬼神对未来定的吉凶，还能查找出来作祟的鬼神。第二种方法是祭祀，通过满足神谕，慰劳鬼神，防其不满，从而保障鬼神不再为祸人间。第三种方法是咒术，实在有不识好歹的鬼神了，阴人也绝不惯着他，通过咒术对鬼神迎头痛击，从而使鬼神的神力失灵。占卜、祭祀、咒术就是阴人和鬼神打交道的三件法宝。你可能已经发现了，在阴人和鬼神的打交道沟通中，人的祸福避祸、得吉去凶和这个人本身有没有良心、做没做过什么坏事等道德品质完全没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大坏蛋只要用这三件法宝去和鬼神沟通，鬼神也会让大坏蛋逢凶化吉的。这样不分是非、不知好歹的鬼神，就像窦娥唱的“地啊，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啊，你错砍咸鱼妄作天。”正是在这种信仰下，商纣王说“无生不有，命在天”，这显然让很多人意难平，不能忍啊。于是到了周朝，就有了新的改变。